而遇到修仙世界，我就沉睡了万年，只因系统承诺我万年后醒，就能无敌当世。而今天恰好是我沉睡万年的最后一天。沉睡万年期限已满，恭喜宿主获得沉睡万年奖励。1万年啊！你知道这1万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宿主，你是睡着过的呀？是谁胆敢擅闯无知禁地，嫌自己活够了吗？怎么可能？我可是准地兽，拥有无上之位，竟被他一手担当。大人，是小的有眼无珠，还请大人饶我一命。念你修行不易，那就留你一命吧，今后跟在我身边。谢主人。既然你已跟了我，那这禁地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主人究竟是何修为，竟然弹手间山川破碎？我究竟是跟了一个怎样的存在啊？沉睡了万年，还没好好欣赏游玩这世间的风景，如今既已无敌，那就好好在这世间走一走，看一看吧。这个字念礼吗？主人是不识字吗？那字明明念赵啊！哪里来的不长眼的东西？赵府门前不是你们随便能逗留的地方，赶紧滚！原来是你们赵家取代了李家了，看来终究是见不到李寻了。原来叶君临刚穿越到这里的100年，系统还没有激活，他只能靠自己在这世间闯荡。而李寻是他这100年间少有的好友之一，没想到万年过去，昔日好友已然不见。是李族后人的气息。什么人胆敢拦赵家少爷的车，找死！我操！他是什么人？法则境的强者竟然被他一掌灭了。难怪你敢拦我赵公子的车，但想在我面前放肆，那还不够格！都给我上，把他拿下！4个法则境都不是他的对手，难道他是圣境强者？可惜大圣也不是赵族对手啊，赵族可是有大地境强者坐镇的。别打我！不用害怕，一切都过去了。你认识李寻吗？是何人敢来我赵族家门口撒野？是你们赵族灭杀了李族吗？你是来替李族报仇的？不是，我是来替李寻报仇的。您是老祖的好友吗？那您能收我为徒吗？我想为死去的族人报仇。你没法报仇。为什么？您是不愿意收我为徒？不是，因为我也想报仇啊！今日赵族必灭。他是想要一人灭掉整个赵族吗？你究竟是谁？我是谁吗？我是李寻的好友。前面9头尸所在禁地，被人一巴掌给灭掉，是你所为吧？是。够了，你真当我赵族可任你杀戮，族中无地吗？有地又怎样？我今天就是要一路杀到底。道友这是何意？为好友报仇而来。我清楚道友实力很强，但是如果我说我赵族一共有5位大帝在呢，那我就一并灭了。你都别他妈睡了，别人都杀到我们家里来了，全部给我醒过来！我本以为只有1位大帝，结果竟然有5位。主子这是要干嘛啊？人家可是5个大帝啊！5个大帝又如何？沉睡万年醒来，获得无敌修为后，竟发现昔日的好友被人灭族。而我上门为其报仇，发现对方家族竟有5位大帝强者。我本以为只有1位大帝，
结果竟然有5位。怎么样，怕了吧？你如果此时认输，我们还可留你性命离开。端正。一步踏出，5位大帝接网。跟在这样一位无敌的存在身边，我注定前途无量啊！小白，去吧，赵族余孽一个不留。好的，主人。你叫什么名字？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还有李族的情况吧。我叫李若雪。原来赵族伙同其他几个势力看上了李族一件神秘的东西，所以他们一起围攻李族，并灭杀了李族满门。而那件神秘的东西也被他们给抢走了。不哭，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在，你再也不会受到半点委屈。那群杀上李族的神秘未知强者，他们全都必死无疑。你想踏上修行路吗？我想。好，从今天开始，我便当你的护道人，为你护道，助你修行。主人，赵族已经解决，按您的意思，没有一个活口。办了好。对了，你知道世间哪个道统教导弟子最好吗？当然是道一圣地。叶君临沉睡万年，并没有教习弟子的经验，所以他想把李若雪送去最强宗门修行，故此才向小白打听道统的事。好，那就去道一圣地。麻烦2位通禀一声，叶君临前来拜访道一圣主。你小子谁啊？我们圣主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看守山门的弟子而已，你和他们计较什么？道一圣主在，叶君临前来拜访。小贝，你从何而来？又为何要见我们圣主？我来见你们圣主，乃是给你们圣主送徒而来。小贝，你口气太大了，张口就说来给圣主送徒。你以为你是谁？你送过来的人又是谁？速速离去，莫要在这里捣乱，这里不是你能随便捣乱的地方。我来送徒，并非捣乱。你们圣主收徒有何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世间珍宝、地兵、地药等，只要你们提，我全满足你。这位公子，圣主收徒，并非看的是什么珍宝和地兵、地药等，而是看的资质与天赋。敢问公子要送谁当圣主弟子？他李若雪。公子，恕我直言，他恐怕达不到要求啊。沉睡万年醒来后，无敌修为后，救下了昔日好友唯一的余兵。就在我想将他送去道一圣地为徒时，对方长老却说他的资质不行，不同意收徒。公子，恕我直言，他恐怕达不到要求啊。我会帮他逆天改命，铸就世间最强体质，让他成为万古罕见的绝世逆天妖孽。改变体质对于修仙界而言，无疑是难于登天之事，但这却难不倒叶君临，因为沉睡的万年中，他就从系统获得了逆天改命，铸就世间最强体质之法。如果可以逆天改命，铸就世间最强体质，自然是可以的。我可以跟你们圣主聊聊吗？公子，实在抱歉，圣主不在圣地，有事外出了。既如此，那就先看看帮若雪铸就什么体质吧。那就太清道体吧。太清道体，这可是传说中的体质，古来罕见，数万年都不见得会出现一位太清道体。诶，还差一道引子。铸就太清道体需要以天地兽血为引。麻烦问下诸位，诸位可知哪里有天地兽？天地兽，公子找他干嘛？借他点血。公子，世间9大禁地的轮回海内里，应该有天地兽。轮回海吗？行，我去就来。小白，不是主人，你怎么还带着我啊？他还真去了。
轮回主何在？我来找你借点血。你是何人，竟敢来找我们主子借血？我的个乖乖，这可是帝王境的妖兽啊！主人打得过吗？我不白借血，会用天材地宝进行交换。换血？就凭你也配吗？还是留下来给主子当血尸吧。主人竟然这么猛！轮回主出来一剑，我只要你110滴血。至于交换条件，我任你提。想不到你一个新晋的天帝就敢来挑衅我的威严了。什么？主人竟然是天地境界！我的天啊，我果然跟对了人啊！我来换血，以110株天地药来换你110滴血。110株天地药换你110滴血，这买卖对你来说非常划算。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不要做蠢事。不换，不换算了，这世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天地兽。怎么，你想要对我动手？对我动手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想好了？想什么想？不用想。好，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沉睡万年醒来，获得无敌修为后，本想与轮回主商量，用天地药换他100滴血，没想到他却拒绝我，还要强忍天地药。快将府中宝料宝药交出来！怎么，你想要对我动手？对我动手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想好了？想什么想？不用想。好，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什么？一步踏出，大阵崩碎，就连轮回主也被主人禁锢，无法动弹。主人难道已经超越了天地境界吗？我的天啊！这是你对我出手的代价。他到底是谁？才半天的时间，他就回来了。材料一齐，落雪，我帮你逆天改命。假的吧？半天时间不到，他还真把天地兽的血搞回来了。咱们找个空旷的地方，逆天改命时会有天劫降临。诸位不用担心，有我在，天劫造不成任何破坏。好的，公子。不用担心，不用紧张，很快就好。若雪不担心，也不紧张。好。大家快退，退得越远越好。瞧你们这些出息，一个比一个胆子小。小小的天劫算什么？大人抬手间就给灭了。你胆子大，那你别跟着我们跑啊！逆天改命因果太大，彻底惹怒了天道，这天劫比天地劫还恐怖100倍啊！给我滚！什么？这怎么可能？看吧，我就说跑什么啊！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哪像我天雷瀑布降临而面不改色，平静处之。优雅，优雅，懂不懂？无论何时，不管遇到什么，皆要保持绝对的优雅。我的天，这是要灭世啊！汪，跑啊！这天劫怕是想要大人的命啊！天不可逆，命不可改，现实就是如此血淋淋呐！完了完了！沉睡万年醒来，获得无敌修为后，第一时间找回了昔日好友的遗孤晚辈。为了让好友晚辈也能踏上修仙之路，我不惜为他对抗天劫，重铸仙姿。完了完了，主人不会就要嗝屁了吧？打扰我为若雪铸就太清道体，你怎么敢？他难道是一尊仙人吗？他绝对是仙人。哈哈哈哈！我真是走大运了啊！竟然跟着一位仙人主子。都回去吧，等道一圣主回来，你就拜师，让他指点你修行。这是天大的机缘啊！我道一圣地注定要从此起飞了。赶紧联系圣主，让圣主回来收徒，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圣主吗？联系不上了，圣主不会出事了吧？怎么会联系不上？不应该呀！数月探索基本已经确定，古老遗迹里面没危险，圣主怎么就会失联呢？联系在古老遗迹里面的长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事了！古老遗迹里面肯定有什么变故发生。我去古老遗迹那边看看。前辈，大长老去寻我们圣主，不如我先带您参观一下我们圣地里。等等，你快去把老祖们唤醒。请老祖们醒来。是何事唤醒我们？难道圣地出现什么重大危机了吗？我唤醒老祖们，并非是这件事情，而是圣地来了一位贵客。胡闹！什么样的贵客需要将我们全部唤醒？老祖们别动怒，这位真的非比寻常，至高无上，需唤醒老祖们，让老祖们前往拜见。你疯了吗？还要我们前往拜见？真是越说越离谱。因为他是一位仙人。这世间哪来的仙人？你要见到的是仙人，我喊你老祖，给你行跪拜礼。诸位老祖，你们听我说。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全是真的，不仅我亲眼所见，还有其他长老也亲眼所见。走，快带我们去拜见仙人。拜见仙人，仙人降临圣地，我等有失远迎，还请仙人见谅。不用多礼，也不用喊我什么仙人前辈，喊我公子就行。好的，公子。诸位老祖，出事了！什么事？慢慢说。圣主失联了，我去遗迹入口寻人，却在那边闻到了非常重的血腥味。那处古老遗迹在哪？不敢麻烦公子，我们过去走一趟就行了。若是我们不行，公子再出手也不迟。行，你们去吧。你们不行啊，我再过去。谢谢公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你且速速说来。古迹那边有恐怖的能量，我们所有人都撼动不了，根本进不去里面。我去走一趟吧。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不错不错，这次来的血石更好。能成为五位血石，乃是你们无上荣耀。五位血魔逆转阴阳，打破寿命枷锁，与当世重生而归。这种语言像极了上古时代妖族的语言。难不成他真是上古时代的血魔？装神弄鬼！这死活的东西居然能击碎我的血棺，他竟然是超天地的境界。这是大人赐予我的力量，擅闯五之禁地者。装神弄鬼！什么？你难道是仙人吗？仙人，求你放过我！说说你口中那位大人什么情况吧？叶君临之所以没有灭掉对方，是因为杀上李族的神秘强者有着与血魔相似的模样，所以留下他先问出他身后大人的情况。好，我这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全都说出来。原来血魔存活于上古时代，在岁月的侵蚀与磨损下，他渐渐走到大限，寿命即将枯竭。就这个时候，那位大人出现，还赐予了他特殊的力量，才让他得以留存至今。大人曾说，他们在诸天万界都有布局，待征战仙域的号角吹响，诸天万界将揭竿而起，攻占仙域。你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大人，或者是找到这个大人？不能，那位大人说了，待我逆转阴阳而归后，他会过来找我的。那你就先留在我身边，等着他过来找你。好的，大人。公子竟然敢把血魔留在身边，
还要等着那位大人找上门。他是拥有多么恐怖的实力，才能如此自信啊！不好，圣主和几位长老气息逐渐微弱，恐怕就要……不错不错，这些人都很强啊。等他們死後，我們將他們變成陰靈，帶回地府，無疑是大功一件啊！咦，这个少年能看到我们吗？他怎么一直在盯住我们看？怎麼可能？他不可能看得到我們，除非我們主動現身，否則世上無人能看到我們。說的也是啊。还请公子救救他们！看不出来啊，这少年如此厉害吗？这些人竟在求他救人。厲害有什麼用？除非有天地藥，否則這些人死定了。天地药向来罕见，但是更是几乎不可见。他能拿出天地药，像什么呢？不是，这家伙怎么说拿天地药就拿出来了？天地藥何其珍貴，能增加9世壽命，他居然拿來救人，他就不心疼嗎？有啥好心痛的？系统奖励的，我平时都拿来当水果吃，给他们吃下去了。这也太珍贵了。没事，一点也不珍贵。他可真能装啊！天地药竟然说不珍贵。怎麼辦？我們要走嗎？不走，活着的生灵看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动用秘术干扰他们，不让他们用天地药救人，拖到这些人没气就行。行，聽你的。动手。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剛才他咳嗽了一聲，然後我們以秘術打出的陰力就突然消散了。该不会是他出的手吧？可是不应该啊！他不是阴灵，生气旺盛无比，属于实打实活着的生灵，他不可能看得到我们，更不可能让我们的阴力消散。确实不可能。不管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怎么又突然消散了？我剛才又聽到他咳嗽了一聲，前面他咳嗽了一聲，陰力就消散不見。這次他又咳嗽了一聲，陰力也消散不見了。你說什麼呢？活着的生靈怎麼可能消散陰力？什麼鬼？他真能看到我們？過來，我問你們兩個一些事情。他在跟我們說話嗎？這怎麼可能？牛頭馬面就是跟你倆說話。我問什麼，你們答什麼，別耍花樣，我耐心有限。您盡管問，我們知無不言。我們絕不會說半句虛假之話。你們來自哪裡？陰靈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來自陰曹地府。陰曹地府竟然真實存在。至於陰靈是什麼，具體我們也不知，我們只是奉地府之命，在世間行走，聞着死亡味道而至，將剛死的生靈轉化成陰靈，帶回地府。千年前，你們可曾去過東荒北部江城？沒有，千年前我們不曾去過東荒北部。對，因為不只是我們幹這種轉化陰靈的差事，還有其他陰靈幹這種差事。帶路，我要去地府一趟。什麼？什麼？帶路，我要去地府一趟。什麼？大人，您說的是要去地府一趟嗎？沒錯。那大人，要不我先跟您說說地府內的情況。是啊，大人，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你對地府有一定的了解，總是好的。不用，
大人，我们还是说说吧。地府过于恐怖，哪怕是仙人去到地府，也难以掀起任何风浪。我说的话听不懂吗？再有下次，另斩不饶。好的，大人，我们再也不敢了。老祖，你们怎么都来了？快拜见仙人，跪谢仙人对你们的救命之恩。傻愣着干什么？要不是仙人，你们早死了！赶紧跪谢仙人，仙人可是拿出了一枚天地要救的你们。谢仙人救命之恩。不用谢我，若说谢，还是我要跟你们说谢谢。我还要麻烦你们帮忙指点教导若雪修行呢。仙人哪里的话？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这些东西你们也可以尽情使用，随便修炼，不是只给若雪一人用。大人，您让我也跟着去指点教导吧。我境界更高，并且我在上古年间也门徒无数，教导出过很多上古强者，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呸！什么玩意？居然敢说教导出过很多上古强者，还经验丰富？你哪有什么无数门徒啊？最多也就几名弟子，而且那几名弟子还都被你给当作血食给吃掉了。你就算了，长得太磕碜，别再吓坏若雪了。走啊，此间事了，回去吧。这里是除了超古道统外最好的修行圣地，你先在这里修行，等你长大几岁后，再想办法将你送进超古道统内修行。好的，江叔。道义圣主出来拜见，出来拜见。小白，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不知道啊。圣主外出了，不在圣地。竟然是太清道体。你想干什么？闪开！小白，你流血了。你是谁？到底来我们圣地做什么？你不能动他。送我五儿来你们这里修行上一段时间，我不想对你们动武，让开，别挡我的路。您想让他在我们圣地修行，没有一点问题，我们必将倾尽全心教导与培养他，但是您不能碰他。给你们脸了是吧？世间哪有我碰不得的人？天地之威不容亵渎，你们哪来的胆子敢挡我的路？天地之威不容亵渎，你们哪来的胆子敢挡我的路？天地算个屁！老子告诉你，你要是敢碰他，老子保证你将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哼，我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呵呵，可以炖狗肉吃了。它不是狗，本体乃是一头准地兽9头虎。它有9个头啊，那就做红烧狮子头吧，可以做9个狮子头吃。行，听你的。江叔，您先别杀它，炸了吃起来就不新鲜了。江叔，咱们吃新鲜的狮子头，它有9个头呢，咱们斩1个头，红烧1个头，吃完再斩。哈哈，还是五儿你会吃。好，我们吃新鲜的，斩1个头，红烧1个头，吃完再斩。你们不要杀小白。天地不可辱，他不可能活，必死无疑，而且能死在我手中，成为五儿爱吃的美食。对于他这种小小的准地兽来说，俨然是无上的荣耀，比他任何死法都有意义多了。无上荣耀你大爷！我死就死了，你们再残忍对待我也没关系。但你们要是敢碰若雪一下，我保证不仅你们要没命，所有与你们有关，甚至哪怕只是曾经跟你们说过一句话的人都得没命。你在吓唬一位天帝，可笑。前辈别动怒，有什么事情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天地不可辱，都给我滚一边去！再敢跟我说什么息怒等废话，我连你们圣地都给灭了。前辈，不是我们不让您杀，而是不能杀。前辈，我实话跟您说吧，他是一位仙人的手下，倘若您杀了他，仙人势必不会善罢甘休，您到时候也不会有好下场。从古至今，世间从未有过成仙的例子，你现在跟我说他是仙人的手下，你们当我是傻子不成？江叔，他们好过分啊，敢拿江叔当傻子看待，江叔一定不要放过他们，将他们统统灭了。那是自然，天地不可辱，道一圣地今日将就此除名，所有人都得死。完了，
难道圣地就要从我们手中被人抹除掉吗？我不甘心啊！小白，你没事吧？你痛不痛？我没事。可惜了，我感觉他们都挺有意思，要是我留下来，后面应该会非常好玩。没关系，没了道一圣地，还有其他圣地呢，你照样可以好好玩。好的，江叔，那你出手吧。君临老祖，您在哪儿啊？若雪不想道一圣地，也跟曾经的李族一样啊。君临老祖，主人，叶公子，你是谁？不是本体吗？可是只是一道身影，竟然就有如此威力。哼，又来一个不要命的。小孩子不懂事，还请道友见谅，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来自魏族，魏族族长是我哥，他是我哥的儿子。啊，是那个自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超古氏族？是的，我所在的魏族正是自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上古氏族。江叔，您跟他们这些蝼蚁说这么多干嘛？直接灭掉就是了。你怎么敢？竟然是一件顶级的天地级别宝器！哼！什么？魏族不会放过你，不管你有多强，有多大的来头，你都将死在魏族的怒火之下。原来叶君临在离开之前就给了李若雪一个守护力量，为了应对他不在的时候，李若雪会出现危险。没想到魏江自己不长眼，把主意打到了李若雪的头上。上古氏族魏族胜，地府之行结束，便是魏族除名之时。是谁惹到这个杀星了？看来要被灭族了。不好了，家主，你弟弟的魂灯灭了，我儿多半也出事了，族内所有长老何在？你们随我一起杀上道一圣地，看看到底是谁杀死了我的弟弟。遵命。是谁杀了我弟弟？又来一群送子的吗？是一位你惹不起的存在。你们快走吧，不要再到这里闹事了。你弟弟是坏人，他想灭掉道一圣地，杀光道一圣地的所有人，这才被君临老祖给杀掉了。你们闹事，想在这里杀人的话，君临老祖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哼，我倒要看看这个君临老祖是谁，给我杀，杀到这个所谓的君临老祖出来为止。什么？竟然还不是本体，真狂啊你！都给我上！这怎么可能？这仅仅只是一道身影啊！魏家主被叶君临的实力给吓住了，同时被吓到的还有这方世界存在的9大禁地的天地兽强者。我就不信拿不下你！这股诡异的能量，难道就是魏族能从上古时代传承到当世的仰仗吗？他到底有多强啊？叶君临的强势不仅吓坏了圣地的各位老祖，就连9大禁地的各位天地兽也被吓到。因为从魏家10个天地级强者找上道一圣地开始，9大禁地的天地兽就在偷偷的关注。以前我曾在世间掀起过无边杀戮，这位会不会因此找过来，对我展开清算？什么禁地之主，我不是，自此以后再无我这个禁地之主。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发现你表现不错。今日我正式将禁地之主传给你，以后你就是骷髅山的禁地之主。不是，我表现什么了啊？我就是一个扫地的，从我进禁地以后，就一直在扫地，从没干过别的。难道打扫也能当上禁地之主？动作真快！我还说地府之行结束，去魏族走一趟。魏族内肯定有老祖还活着，
并且大概率还有远古老祖、上古老祖也活着。他们会杀上道一圣地吗？他们要是杀上道一圣地，便让守护若雪的力量镇压，留活口。要是没杀上道一圣地，那我回去后便去魏族怎么样？牛头马面还没到地府吗？回禀大人，就快到了。前面的死亡心愿就是传送去地府的入口。好，加快速度吧。大人，到了。就是这里吗？那就进去吧。牛头马面回来了啊！不对，这是生者的气息。牛头马面，你们想干什么？竟带生者来到这里？两位别紧张，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去地府内了解一些事情。麻烦两位进去通禀一声，让我们进去见见阴灵王。你在说什么胡话？生者不可进地府，这点你们两个不知道吗？牛头马面，你们带生者来死亡深渊，已然触犯地府之规，现在就束手就擒，争取宽大处理。不用为难他们两个，他们没有坏地府的规矩，是我逼着他们带我来地府。你是谁？你怎么能看到我们？还有，你想去地府做什么？一位故友在1000年前死去了，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被转化成阴灵。倘若他被转化成了阴灵，就在地府内，你又当如何？带他离开地府，重返世间。生者想进地府，还想从地府中带走阴灵，你可真敢想啊！我不会白白带走他，我可以跟地府进行交换，地府提任何交换条件都行。交换？你凭什么跟地府进行交换？你又有什么值得的福与你交换？想进地府，可以。转化成阴灵后，你就能进地府了。哎呀呀，看不到也听不到，真愁死人了。血魔不像叶君临，可以看到地府的一切。看叶君临挥手，就知道他和这里的存在动手了。此时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异常的着急。突然，一股阴风吹来，血魔虽然看不到，但是他感觉应该有更强大的存在出现了。你们有办法让我看到阴灵吗？有啊，不过你确定想看吗？我确定，真的确定，非常确定，而且是不管怎样都要看的那种。真的确定，非常确定，不管怎样我都要看到。好，那你闭上眼睛，张开嘴巴。牛头说的话让血魔有些莫名，不过还是照着牛头所说去做。就在他刚刚闭上眼睛张开嘴巴后，就感觉到一股水流流进了他的口中。这什么东西啊？怎么有股骚味呢？你给我喂的是尿？对呀，你不是说你无论怎样都想看到吗？生者想要看到阴灵，需要炼化阴灵精纯的阴力本源。我给你的尿中就蕴含有精纯的阴力本源，炼化后你就可以看到阴灵。你喝都喝了，你确定要吐出来吗？吐出来你不就白喝了？你除了给我尿，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有啊。有你还给我尿，你是不是想故意想恶心我？除了给你尿，就是给我的血，但给你血我又舍不得。再说给你血，我还得拉自己一刀，那多疼啊！要不就是那是什么？你说啊。我的便便也行，但是你想吃吗？他是上古第一人。你是上古第一人苗峰。你认得我？您是上古第一人，名声响彻上古，上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晚辈是出生于上古的一头小妖，自然知道您。你身上有诡异的力量，难怪你能从上古时代活到当世。但是这种力量不是你所能把握的，它会让你付出比死亡还惨重的代价。你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不仅能挥手间定住阴兵，还能让牛头失去阴灵特性，让这个上古小妖得到牛头的阴灵本源并炼化。我具有怎样的力量？怎么说呢？
应该是你们不可抗衡的力量。我承认你有些深不可测，很有手段。不过地府绝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趁现在还来得及，回吧。地府不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地府我非去不可。不听劝吗？我没有吓唬你。地府水之深，远超你的想象。就连仙来了，也得被镇压。仙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非去不可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我不可能让你从我这里进到地府。通往地府的祭坛就在深处，你去吧。叶君临前来拜访地府。生者擅闯地府，杀无赦。有人前来拜访地府，地府却要杀之，这就是地府的待客之道。于地府而言，没有客。以前没有客，现在有了。大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地府面前称客？诸位太过激动，还是冷静下比较好。存在时间久了，真是什么都能看见啊！生者居然都能在地府里面看到了，谁说不是啊？小小生者居然胆敢擅闯地府，着实不知天高地厚。你们这么想进地府，那好，我们哥俩便成全你们，带你们过鬼门关，走黄泉路。不用你们带我，我自己会。他是仙吗？太可怕了！生者走到了这里，千古未有啊！生者也是一样，要不要来一碗我老婆子煮的汤呀？生者也是一样，要不要来一碗我老婆子煮的汤呀？喝了我老婆子的汤，可解一切忧，可除一切愁。来，喝上一碗吧，很好喝的。我无忧无愁，就不喝。生者你口气大了，世间何人无忧愁？莫说这世间人了，就算是仙域里的那些仙人仙子又怎样？他们照样有忧愁。世人仙子如何，我不知，我只知我无忧无愁。这孟婆汤，你想喝也得喝，不想喝也得喝哟。给你提个建议，你这汤卖相不怎么好，还有就是你的形象也不怎么好。我建议你换个形象，最好是年轻点的，再漂亮，最后把你熬煮的汤卖相搞好一点。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阴灵愿意喝你的汤。生者擅闯地府，无论何因，皆罪不可赦。以为是仙就可以在地府乱来吗？不可能！十大阎王不出，我们也可镇仙。完了，我们要被地府抹灭了吗？你们可以镇仙，但我不是仙。你这是超越了仙人层次，乃是一尊真仙吗？这一界怎么可能诞生出真仙？诸位，抱歉，我没有恶意，来此只是想知道我一位故友的信息。他名李寻，死于1000年前。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被地府转化成阴灵。你是谁？来自哪里？修的是什么力量？这些都不重要。我诚心而来，无意与地府作对，只想知道好友的情况。想闯地府，终究是失礼，这些东西代表了我对地府的歉意。用不着道歉，也用不着赔礼。地府有地府的规矩，生者不可入地府。你强闯地府，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成为阴灵，受地府管控。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没有。你以为仙药仙宝等就对我们有诱惑力吗？你太小看我们地府了。诸天万界，包括高悬9天之上的仙域，其内都存在地府。仙药仙宝等于地府而言，什么都算不上。另外告诉你吧，
此界地府不过就是地府的一处投影，我等也仅仅不过只是一具化身。你自以为是，强闯地府，认为地府奈何不了你，殊不知地府之恐怖远超你想象。你们说地府如何恐怖，如何远超我想象，可是你们想过吗？我之恐怖又是否会远超你们想象？狂妄，叫板地府，你怎么敢的？不要保留了，使出全力！这怎么可能？难道他的修为是仙王境界？诸位，你们应该可以看出来，我对地府没有恶意。我虽一路强闯，但并没有伤害地府内的任何一个阴灵。我只是想知道好友的情况而已。现在诸位能告知我好友情况了吗？可以，我这就帮你查你好友的情况，速速召集其他界的化身前来支援。在地府能够屏蔽我等，这不是仙王能做到的事情。他究竟有多强？十大阎罗的小动作根本逃不出叶君临的法眼。见识到叶君临的强大后，十大阎罗再也不敢生出其他心思，立即帮他查询好友的消息。查到了，1000年前李族飘出死亡的味道，阴灵王到达李族后，看到了一群诡异的生物。这群诡异生物过于恐怖，连李寻也不是对手，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诡异力量到底是什么力量。后来李寻被重击，大量李族强者被杀。你收着点杀意，我们要承受不住爆体而亡了。不好意思，后面我会控制好情绪，你继续说吧。您一定要控制好您的情绪啊！放心，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那群诡异生物只是想从李族带走一件东西，他们得到那件东西后就走了。当时在场的阴灵王看到那件东西是一个破烂的小黑木盒，但究竟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那群诡异生物刚走，离李族最近、觊觎李族已久的赵族就杀上了李族。李寻因为已经重伤不敌李族，最终战死。阴灵王准备转化李寻成为阴灵时发生了意外，有莫名力量出现，带走了李寻的尸体，所以转化也因此而失败了。莫名的力量，这种莫名力量，事后我们也进行了调查与追溯，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只知道它绝非这一界的力量，更非诸天万界的力量，甚至都不是来自仙域的力量，而是来自比仙域更恐怖之地的力量。比仙域更恐怖的地方？诸天万界修士生灵皆想成仙，进入仙域。在他们心中，仙域为至高之地，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还有比仙域更恐怖超凡之地。李寻你们没能成功转化，李族其他人他们都被转化了，一直都在地府内。好，把他们全都带过来吧。没问题。赵族可有死去被你们转化成阴灵的？有的。把他们也带过来。不一会，李族和赵族的阴灵都被叫来现场。我要带李族的人离开地府，没问题吧？您尽管带走就行。我要灭掉这些赵族的人，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您尽管处置就是。不用紧张，我是你们老祖李寻的好友。李寻老祖的好友，真的吗？什么老祖？李寻是谁？那个为了方便他们在地府做事，所以有些人没有给他们喝孟婆汤，年轻一些的就让他们喝下了。什么？他是李寻的好友？求您放过我们吧，我们已经为当初做的事情付出了死亡代价，您就不要再追究，放过我们吧。他们喝了孟婆汤的，遗忘了过往之事，能否让他们恢复？
可以的。行，不敢，不敢。我带他们回去后，阴灵状态总归不方便，有没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变成生者？有办法，但是很难，我们做不到。要怎么做？想要让阴灵重新变成生者，需要用至阳至刚的泥土帮他们进行重塑肉身。这种泥土哪里有？天罚之地，那里是天劫中心，常年被天劫轰击。在天劫常年的轰击下，那里的泥土全都带有至阳至刚的力量。天罚之地非常特殊与恐怖，连先帝都不能进去，他如果敢去，必死。位置告诉我吧。这里有具体的位置。谢了，作为回报，你们有事可以来找我帮忙，我可以帮你们出手一次。好的，好的，帮我们出手一次？你开玩笑呢？去了那里，你能不能回来还两说呢。叶君临能感应到阎罗内心的腹诽，不过他也没有揭穿。等日后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厉害，就明白他承诺的出手一次含金量有多高了。那我这就告辞了。对啊，你们别为难牛头马面，他俩受我胁迫，这才带我来到的地府，他俩不算违背地府的规矩。后面我会回来看他们的。他这人还怪好的呢。是呀是呀。说完这一切，叶君临就带着血魔和李族的阴灵离开了地府。你俩退下吧。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要不要通知其他界域内的化身过来帮我们将他拿下？他过于深不可测，底细什么的我们都不清楚，我们还是不要轻易行动，莽撞行事。等我们本体那边忙完，听从本体那边的命令吧。大人，您没回来前，上古氏族魏族那群人来到一圣地闹事，欲要灭掉道一圣地，带走若雪。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小白，你做的不错。若雪有难时，你宁死也要保护若雪。很好，这些我全都知道。你有功还是大功，这些都是给你的。准地境界低了，你利用这些，好好修炼，提升起来你的修为境界。哦，谢谢大人。好了，你们随我一起去魏族一趟。大人，让小的我来打头阵吧。行，你去吧。魏族的小人，同出名血眼损帅，名血眼损帅。我们还没有调查完他们的底细，他们就杀过来了。好大的胆子！真当我们魏族是软柿子，可以任意拿捏吗？上古血魔，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你快去通知古祖。一群老鬼，听到吗？看到你我不可出来了。上古血魔有罪，我们得了诡异大人的力量，凭你还仙不显风了？凭你还仙不显风了？是吗？是吗？那你们可以试试。血魔，时代变了，哪怕你在上古时代凶名赫赫，今天你也不能在我们魏族面前嚣张，敢来了我们魏族放肆，今日你注定将有来无回。你们真厉害，还想起来什么时代变？行呀，既然你们如此厉害，那赶紧出来杀我个人仰马翻，片甲不留，有来无回。无需跟他们废话这么多，直接进去开杀就是。这是斩天刀，世间顶级至宝啊！哈哈。杀我族人，破我魏族秘境小世界，血魔，今日你想好死都难。装什么装？你邪魔爷爷纵横世间时，你还没出生呢。时代变了，你早已没了纵横无敌的资本与实力。你爷爷的，我想好好表现一番，且武就这，大人还给了我斩天刀啊！从上古活到现在，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合计你不过就是苟延残喘而已，弱得不堪一击。这么弱也敢来我魏族撒野？行了，你的路走到头了，我将就此结束你苟延残喘的一生。
何为斩天刀？天都可斩，更遑问这等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血魔，去吧，斩天刀在手，无人可挡你的路。好的，大人，我这就斩杀掉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说你就信？上古凶名赫赫的血魔，什么时候成傻子了？这么容易被忽悠？差距何其大，就算他能让斩天刀超常发挥，也注定不可能是对手啊。上古血魔死于天真，这也太滑稽了。若是流传到后世，后世也不能相信。你这智商，活着也是浪费。我这就送你上路。嗷叫爷，看谢爷一刀劈了你！什么？这怎么可能？什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好可怕的一刀！血魔，究竟什么仇什么怨？你要杀上我们魏族？什么仇什么怨？这仇大了，这怨深了。你们的人想灭掉道一圣地，更不知死活的打若雪小姐主意。你们说这仇大不大？这怨深不深？道一圣地，若雪小姐。道一圣地是当世的一个小道童，站在那边的小姑娘就是他口中的若雪小姐。我还道什么仇什么怨？不过就是一个当时微不足道的小道童，还有一个小鸦片子，灭了杀了也就灭了杀了，这有什么？你个孙子口气真大呀！道一圣地和若雪小姐都敢不放眼里，我告诉你，你魏族在道一圣地和若雪小姐面前狗屁不是。敢打若雪小姐主意，你魏族今日注定要从世间除名。手持斩天刀就认为你可无敌，可横扫我们整个魏族。血魔，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这样的实力，哪怕手持斩天刀，在我们面前也远远不够看。你也被赐予了诡异力量。血魔，同拥有诡异之力，你与我们应当站在一起才对。我是拥有诡异之力不假，但是我绝不会跟你们站在一起。我是君临大人的手下，是君临大人最忠实的手下。血魔，你在说什么胡话？拥有了诡异之力，你只能是诡异大人的手下，听令诡异大人的命令。什么狗屁的诡异大人，这货岂能跟君临大人相比较？我是君临大人身边最忠诚的手下，不对，我是君临大人身边最忠诚的一条狗。我靠，这货想抢我的位置！血魔，诡异大人赐你诡异之力，让你活到当世，你却背叛诡异大人，去当别人的狗，你着实罪该万死。完了，我可真够蠢的，这可是长生大人给我的斩天刀，我岂会就这样完蛋？什么？这怎么可能？不跟你们啰嗦了，开打！赐予你们诡异力量的那个诡异大人在哪？赐予你们诡异力量的那个诡异大人在哪？他就是血魔所说的君临大人吗？为何我对此人一点印象也没有？大人问你的话，没杀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回答君临大人的问题。再不回答君临大人的问题，当场宰了你们！魏族的朋友们，不要慌，我们来救你们了。我们来自同一阵营，全都得到了诡异大人的赏赐。魏族有难，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好可怕！他们都是什么级别的恐怖强者啊？这诡异力量究竟有什么来头啊？想知道诡异大人的情况，凭你也配？没镜子总有尿吧？赶紧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德行！血魔，去吧，记住一句话：斩天刀可斩天。好的，大人。我血魔竟然这么厉害了！魏族这边发生的一切被远处围观的诸多强者亲眼看到，他们没想到这么多远古和上古的大能都被这么轻松的斩杀，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那位屹立在高空中神秘无比的君临大人丢给血魔的一把斩天刀所为。大家不敢想象，如果是这位大人亲自出手，会是多么的恐怖。与此同时，其他准备赶来支援的大能在感应到先到达大能的陨落后，纷纷停下了脚步，急忙转身逃回自己来时的方向。这里以后便是李族的族地，当然若是你们想回以前的族地也可以，但相比较而言，这里要比你们族地更好一些。此外，你们族地后被赵族占据，
早已面目全非，不是以前族地的样貌。我建议你们将这里当作新族地，而后重新开始。这只是我的建议，选择权还是在你们手中，你们如何选择都可以。不用跟我客气，我与你们的李寻老祖可是生死挚友啊！大人，我们可以回李族看看吗？可以。若雪，你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看看吗？可，这里成为李族新族地后，肯定会有不少事情麻烦到诸位，还请诸位到时候可以多多帮忙。公子，您说的这是哪里话？请公子放心，我们必定倾尽全力帮忙。好，那我们就都不要客气了，大家都是自家人。你们去吧，回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道一圣地帮忙。我去天罚之地走一趟，为你们带回来天罚之地的泥土，这样你们就可以重新变成生者。您真要去天罚之地？我们知道您的心意，但天罚之地实在太危险了，那是连先帝去了都必死无疑的地方啊！您不要去了，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就挺好的，真挺好的。于我而言，天罚之地没有危险，你们去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回来了。老祖，您要小心啊！走了，血魔。大人，我能不能不去啊？这里环境真差，真不知道这届生灵如何在这么差的环境中生活的。行了，通知族人过来吧。好的，不过这里虽然是一方小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最起码遍地都是奴隶啊。你将此界先行镇压，避免上界其他族群抢夺。这方下界，我去迎接族人。去吧，你们到来之时，我保证这方世界已经对我们墨族俯首称臣了。昆氏一族的那些混蛋，搅得上界所有界域都不得安宁。我得抓紧时间镇压这方世界的生灵。而后让这方世界生灵为奴，配合我族加固这方世界防御，抵御其他想来这一界的上界生灵。尔等低贱土著，吾为你们的主人速速向吾臣服，成为吾的奴仆。现在跪下者则为臣服，不跪者杀无赦。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到这方世界耍横？你不知道这里有无敌的存在吗？对，请那位大人出来杀敌，忽悠世间。敌等下界生灵，连我族饲养的牲畜都不如，竟也还幻想着反抗我。你们口中呼唤的那位，或许是你们心目中的至强者，但在我面前，连蝼蚁都不如。你什么东西也敢侮辱大人？不知死活！小小蝼蚁竟敢如此装大，找死！你是什么人？这方世界怎么可能有如此强者？哼！哼！只是一具化身就这么强吗？但是想要打败我还不够。完了，这么恐怖的攻击，大人他能抵御下来吗？一定要抗住啊，大人！这方世界的成败就靠您了。哈哈，看到了吧？知道大人的厉害了吧？哼，还想让我们这方世界为奴，太不知量力了。大人威武！小小低等下界生灵，还想反了天不成？那是什么？好像是仙气啊！难道他们族群出过仙人吗？竟然有此等绝世仙气！完了完了，那可是仙气啊！大人能挡下吗？哼，可笑！我这可是仙气宝甲，就凭你，还想伤到我吗？注意！族长，
墨风又传过来了信息。他说了什么？墨风传回来的信息只有注意2个字，而后便戛然而止。另外，墨风的魂灯也灭了。墨风出意外了。按照墨风前面留下来的信息，让墨空带队前去那方下等界域查明状况。是，族长。这就是仙域的星空吗？我也未曾来过仙域，想来仙域应该是别有一番风景。后面没事了，倒是可以来仙域好好走走看看。站住！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仙域也有打劫的吗？我们只劫财不害命，修行不易，成仙也不易，进入仙域更不易。你们还是识相点，把你们身上的东西乖乖交出来，别因为一些外物而丧命。诸位让条路。怎么不舍得外物？难道你们想舍命不成？诸位这是不打算让路了吗？好，小黑子上前开道吧。小黑子是谁？是我吗？我什么时候成小黑子了？好的，大爷。哈哈哈哈！你一个没有成仙的家伙，拎着把破刀也敢上前开道？小黑子，你在害怕什么？斩天刀在手，所有道都可开，莫怕。豁出去！大人威武啊！敢杀我手下，你们找死！这怎么可能？小黑子，停手！哼，要不是大人喊话，你已经成了我的刀下亡魂。留你一命，成为我的坐骑，你可愿意？我来治杀地府，我的师尊是杀地府的府主之一，灭世先帝。火凤马上报上自己的跟脚背景，想要以此吓退叶君临，却没想到他报出背景后，叶君临眼皮都没抬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愿意了？我愿意臣服，成为您的坐骑。得了，大人，您要去哪里啊？去天罚之地。好的，大人。天罚之地，那可是天帝都不敢去的地方啊。